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健康的话题，也就是常常被许多人避而不谈的男科疾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生活呢美满幸福，可内心呢却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每次呢，面对伴侣期待的眼神，这个时候却力不从心，是不是有种深深的焦虑和挫败感呢？这呢不是个例，许多男性呢正默默地承受着阳痿、早泄等男科常见问题的困扰。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将会分享这些男科疾病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医临床的借鉴与有效的治疗方法。让有这些情况的男性朋友们呢，重燃生活的激情。在中医男科领域呢，阳痿和早泄是最为常见且具代表性的两大难题。他们呢，虽然经常被一起提到，其实呢，他们两者之间呢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内容呢，分成四大块。第一块我们讲阳痿，第二块呢，说一下早泄。然后呢，再讲一下手淫的危害。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好，那我们先说说阳痿。我们常说，时间就如同一把无情的刀，它呢缓慢地消解着我们身体的活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身体状况呢开始缓慢的下降，这呢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夫妻生活的方面呢，频率从20岁的更更到夜夜，然后呢周周月月10年为期一路下滑。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频率来做一个大体上的参考。在40岁以上的男性群体当中，阳痿这个病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给许多人的生活呢带来了不少烦恼。这个阶段呢，夫妻间的性需求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女性需求会逐渐增长，男性呢却已经过了盛年。如果这个时候夫妻生活出现一些状况，双方呢不能很好的配合，时间一长就很容易引发一些情绪，而这件事呢又属于是难言之隐，大家呢都不方便说明，所以这些情绪呢就很容易跑偏，在一些莫名其妙的领域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所以这件事其实是一件挺值得认真探讨的事情，和我们的幸福生活关系很密切。如果你40多岁了，还在过着20、30岁的那种更更夜夜的生活，那么要感谢一下老天爷的眷顾，是先天底子好。不过呢，该节制的还是要节制一下。要知道呢，老天眷顾我们的这点圣经，除了干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用途，比如呢，去工作、去思考，或者呢，走出去体验生活中的各种美好，都呢离不开圣经的。从对圣经消耗的程度上来看呢，这些用法就更像是在过日子，慢条斯理、细水长流的花钱，而耗在这件事情上呢，那就是奢侈了一把，体验了一下淋漓尽致的快感。所以，像更更夜夜那种生活，简直呢就是在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了。要知道，金钱财富呢，你可以自己挣，也可以呢向父母要，甚至呢可以指望中大奖，然后呢一夜暴富。但是圣经这种财富呢，就只能靠自己的气血，一点点的花，一点点的攒，要宝贵的多。天天呢花天酒地，是不是有种暴殄天物的感觉？接下来呢，除了频率的减少，阳痿呢最突出的表现其实呢是硬度不够，勃起的硬度不够。那么它到底是怎么硬不起来的呢？又为什么硬不起来呢？如果站在阴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柔软和坚硬是相对的，柔软属阴，坚硬呢属于阳，所以呢，坚硬是阳气旺盛的表现。阴茎的勃起依赖于肾阳的温性与推动，当肾阳充足的时候，气血便能在其鼓动下灌注到阴茎，使那阴茎勃起更充盈坚硬。
相反，如果肾阳亏虚，无力鼓动气血，那么就会出现勃起迟缓、硬度不够，或者是中途疲软的症状，严重影响性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无法进行。那么肾阳为什么会日渐衰弱呢？日常生活中劳累是首要原因，无论是长时间的体力劳作，使身体疲惫不堪，还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心神消耗过度，又或者是频繁的性生活，都好比无情的漏斗，在一点一点的耗竭着肾中的阳气。肾阳消耗过度，就像程序员熬夜加班写代码，写到凌晨3、4点多以后头晕脑胀，对性这件事情根本提不起什么兴趣。无论是对气的消耗，还是对精血的消耗，到最后都会演变成对肾精的消耗。肾精被掏空以后，肾里的阳气自然就虚弱了。所以在当今社会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996工作制盛行，因为过度劳累而引发的阳痿的临床案例屡见不鲜。这也为广大男性朋友敲响了警钟。接下来肝郁心情不好也是造成阳痿的重要原因。劳累就好比与外界的激烈对抗，肝郁则是自己内心的自我纠结和挣扎，长期的情绪压抑、焦虑、烦躁，就像无情的绳索一样，紧紧束缚的阳气，使阳气无法正常的舒展畅达。换句话说，肝郁本身也是对阳气的一种损耗。不过肝郁更重要的影响还是让阳气不能舒展。通俗的说就是让阳气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大家想想，每次自己心里很压抑的时候，或者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对男欢女爱这件事情肯定是没有多大兴趣的。甚至问题的焦点如果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上，那么就会更糟糕。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久了，那么不阳痿才会怪呢。此外肾经的直接损伤也是阳痿的重要诱因。烦劳过度、无节制的性生活是对肾经的直接掠夺。而手淫这也在青少年及部分中年男性中颇为常见的行为，若不加节制，对肾经的损耗同样很严重。手淫过度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给心理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鉴于手淫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们在后面会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这儿我们先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既然阳痿的原因是属于肾阳虚，那是不是直接补肾阳就可以了呢？临床上还真不是这么简单。补肾阳有一个前提，就是肾阴得足才行。肾这个脏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主水藏精的脏，所以肾脏里面先天就水多。我们说肾脏里的水多得像大海一样，而肾阳就是藏在这个大海底下的火种子。往好处说，这团火一定非常旺盛；往坏处说，那就是说这团火十分燥烈。也就是说肾里面的水如果不够的话，压根就镇不住这么燥烈的火。在临床上，单从肾阳虚的人其实是不多见的。我们更多见的是肾精的不足，也就是肾的阴和阳都虚。那么在补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去补火了，就需要肾阴和肾阳一起补。而往往是补阴药的分量要超过补阳药。就像经典的补肾方肾气丸，也就是现在的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在桂附地黄丸里面用了8分的熟地和1分的附子肉桂。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因为用药不当或者是治疗方法不当导致燥热难去的案例。就比如有位老兄吃了大量补肾壮阳的药以后他随时都处在一个半勃起的状态，软不下来，但是正要用的时候又硬不起来，苦恼的不行。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补肾壮阳，然后阳痿的问题还没有治好，又开始早泄了，好不容易进去1-2分钟到就完事儿了，沮丧的不行。所以
就像刚刚说的，治阳痿呢，不要一味的去补肾阳，还是呢要照顾到整个肾脏的精气的状况，同时呢还要兼顾一下肝气的问题。我自己在临床上用药调治的话，最常用的两个药是桂附地黄丸和加味逍遥丸。一方面呢，慢慢的填补肾精化气；另一方面呢，疏肝健脾理气。服药期间禁欲1个月，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好，我们关于阳痿的问题呢，就先说到这儿。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早泄。我们还是回到阴阳的角度上来看。刚才我们说阳痿的问题呢，出在硬度上，所以是阳气不足；而早泄呢，是不能持久，是耐力出了问题。而耐力持久这件事情呢，需要的是柔韧的力量。一个人只有韧性好，才能百折不挠，才能呢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情。对于肾来说也是一样，只有肾脏里的阴精充足，能滋润、能制约肾里的火，才会有足够的韧劲儿去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如果说阳痿属于肾阳虚的典型表现，那么早泄呢，就是肾阴虚的典型表现了。我们这里可以用锅烧水来打个比方，阳痿就像是锅底的火小，锅里的水难沸腾，阴经呢勃起无力；早泄呢，则像锅底的火太大，而锅里的水液呢匮乏，不一会儿水就沸腾了，性生活呢匆匆收场。治疗早泄呢，我们应该以养阴清热为大法，最经典的药就是治百地黄丸了。对于那些身材偏瘦、舌头又红又瘦、一摸脉呢，左齿部脉细软，右手脉呢滑硕的人呢，都非常适合使用这个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种经典的阴虚火旺在临床上能见到，但是不多。很多早泄的患者呢，开始不好意思为这个事儿去看病，就自己吃了大量的补肾药，以及各种动身上的补品。或者呢，到医院看了，但拿回来的药呢，里面还是大量的八戟天、泻灵品、西毛、肉豆蔻这些所谓的补肾壮阳药。吃完之后呢，脉象上确实一点细弱的表现都没了，但是变得异常有力。当我们过量使用这些壮阳药，或者是不恰当的使用这些补肾壮阳药的时候，补进来的往往不是阳气，而是邪火。我们前面说过呢，阳气和热邪呢是有区别的，一个呢是小火，一个呢是大火，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当肾里面补进来的火太多，就变成了大火，就成了热邪了。同时呢，这些从外面补进来的火，要转变成我们身体自身的火，需要一个缓慢的转化过程。太过急于求成，不给这个转化留足够的时间，那么呢，补起来的就是不听话的热血了。这些热血含在肾里，确实也能鼓动局部的气血，让它硬起来。但是呢，热血不听话，我们希望它能慢点烧，多烧一会儿。那么它可不管，就是一猛心思的猛烧，结果呢，就是阳痿还没治好，又开始疏渺了。两只手的脉摸上去呢，就像两条蟒蛇一样，又粗又硬，还特别有力。尤其是两个手的尺部脉，有典型的滑硕响，和刚才我们打比方说的情况一样，每2分钟水就烧开了。然后呢，规定动作提前完成。对于这种热血呢，我们需要打击一下，我们可以用呢龙胆泻肝丸。只不过呢，打击的时候呢，需要把握分寸。一般来说呢，火热去掉60%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换成知柏地黄丸，小规模清热，同时呢，填补肾精。好了，关于早泄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手淫。手淫呢，是一个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手淫在青少年以及部分中年男性群体当中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呢，如果不是过度频繁，对人体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假以时日，这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过度手淫，每周3、4次，甚至更为频繁，对身体和心理呢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比如一个小伙子20多岁出头，每周呢3、4次，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出问题。最直接的表现，你看他的目光呢会比较躲闪，不太愿意和别人对视。仔细看呢，眼神里总透着一种慌乱的感觉，不安定、不踏实。这种神不安的状态背后的原因就是肾精的过度损耗。我们总说精神是先有精，再有神。精呢是神存在的物质基础。在气血精液那期视频里呢，我们把精和神之间的关系呢详细的梳理过一遍。简单的说，有余的气血呢会化生出肾精，有余的肾精呢会充实到头脑，头脑的精髓滋养着心神。所以，当肾精被不断的消耗之后，没有余力去充实头脑，心神的滋养也会出问题。神呢，每天忧心忡忡，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踏踏实实的干活呢？所以，频繁手淫，损耗肾精之后，一方面人的精力呢会下降，注意力呢会涣散，更容易疲乏；另一方面就会出现刚刚说的心神不安。这种呢，因为肾精亏虚对心神产生的影响呢，是一个方面，而手淫这件事呢，往往也会给人的心理呢带来不小的负担。临床上呢，有个小伙子不到30岁，是个很优秀的证券交易员，但是呢，一直不敢交女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的频繁手淫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不难理解，这件事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都是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苟且为之。久而久之呢，对阳光下的生活呢，就会心怀胆怯。而这种因为长期手淫造成的自信不足、性格孤僻呢，也是手淫的主要危害。除了这些有形无形的因素呢，对心神造成的影响，在身体层面呢，也是方方面面的都有涉及。比如呢，前面我们说的阳痿和早泄，手淫过度导致的肾精亏虚，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我们常见的腰膝酸软、失眠健忘，还有呢小便无力、精子质量下降导致的不育。追究原因呢，有相当部分也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手淫经历。有意思的是，我们前面说到夫妻生活的频率，20、30岁的时候呢，每周4、5次，甚至夜夜笙歌，1、2月下来呢，好像也还可以。那么，为什么手淫每周3、4次对人的影响就会很大呢？这就要说到手淫带来的影响和正常夫妻生活还是有区别的。区别主要有2点，首先是正常的夫妻生活本身是自带节制的，连续几天身体觉得累了，自然会休息一下，不会呢再去勉强。而且一般情况下，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至于真的那么频繁。至少每个月女朋友不方便的那几天是一定要强制休息的。这是自然状态下一种自然的选择，对于肾精会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相比之下呢，手淫是可以没有节制的，频率呢可以不由自己身体状态决定，而是由心理状态决定。而且呢，手淫的时候那是不到终点誓不罢休的，不像夫妻生活，即使有，也未必要走完最后一步。然后呢，正常的夫妻生活涉及的关系其实不只是性这么简单，整个过程呢，两个人通过语言交流和身体接触，会让两个人的身心呢都得到滋养。所以，一次和谐的夫妻生活能带来两个人全身心的放松。这个时候呢，人的心里感受到的是充实和踏实。但是手淫就不是了，那是纯粹的一团燥火。结束之后呢，从来都不会有充实的感觉，只会让人感到空虚。在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及《红楼梦》里面贾瑞的悲剧结局。贾瑞呢，因为贪恋风月，沉迷手淫，最终呢精尽人亡。这一经典案例呢，足够我们引以为戒的了，告诫我们务必对手淫危害呢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能因为一时之快呢而悔恨终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这个小伙子呢，30多岁，结婚几年了，想要个小孩，但是一直没有。到医院也检查过，发现呢，他这边的精子质量有问题。
不但精子的数量不够，活动能力呢也差，还有大量的精子是畸形的。同时呢，每次夫妻生活也挺苦恼的，很少呢能超过3分钟，一般都是1-2分钟就草草收场了。幸好呢，他们2个人的感情基础呢还是不错的，没有衍生出其他问题。不过对这个小伙子来说，也一直都是一块心病，找过几位医生，不过呢都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基本上吃了几副药，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就停了。看了之前吃过的药方，都是大量的不正常养药，幸亏呢他也没吃太多，否则治起来就更费劲了。当时我摸他的脉的时候呢，右手的脉呢整体上还好，稍微有一点滑顺，主要的问题呢就出在左手，左关部呢脉比较细，而且呢有点血象，左尺部脉呢很细，而且没有力气，非常弱，有时候几乎摸不到。那么通过脉象判断，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脉象，需要大规模的滋补肝肾，同时呢疏肝和清热。除了增治，常规让他吃的药呢就是治百地黄和加味逍遥丸，同时呢要求患者要节制房事。一般这种肝肾阴虚的朋友呢，因为肾里边有虚火，会更容易被鼓动，而频繁的呢进行夫妻生活，造成防老，又会呢加重对肾经的损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过程，水越少火越大，然后呢火越大水越少，这样循环下去，水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当务之急是要保护好水资源，节约用水，避免浪费。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这里呢有一个参考标准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呢关于晨勃，男性朋友们都知道，每天早上呢经常是还没有完全睡醒的时候，他呢自己就会有勃起的现象，这是呢天的阳气升腾对人体产生的自然影响。但是如果你最近几天很累，不管是体力方面的劳力过度，还是精力方面的劳损过度，那么防老就更不用说了。接下来的1-2天，甚至是3-5天里，可能呢你就见不到陈伯伯了，或者是即使他来了，也只是简单的和你打个招呼，扭头就走。所以呢，陈伯伯是我们身体肾经充盈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是男性朋友，连续3天陈伯都到你家里做客，而且呢交谈甚欢，那么恭喜你，说明当下在肾经方面呢，你已经攒下了一点家底，手头上呢宽裕一些，出手呢可以稍微大方一点。如果相反，陈伯伯只是呢偶尔到你家来一次，而且是见个面点个头就走，说明现在在肾经方面呢还没有脱离贫困线，需要呢继续保持勤劳简朴的作风，不要铺张浪费。实际上这个小伙子在中药并用以后呢，调治了2-3个月之后，左手脉呢就有了明显的改善，持续时间呢也有突破5分钟的记录了。大概半年之后，经过不懈的努力呢，终于顺利怀孕，现在小朋友都已经4岁多了。有点感冒咳嗽的时候呢，也经常来我这儿让瞧一瞧。好了，阳痿与早泄作为男科常见疾病呢，虽然表现各异，但是呢，都与肾的阴阳失调密切相关。我们补肾阳的时候呢，务必兼顾肾阴，遵循呢阴阳互更的原理，避免用药不当引发其他问题。一旦出现燥热，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症状，合理的选用苦寒清热或者养阴清热的药呢来治疗。最后呢，我们说了一下手淫对人的心理和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以及分享了一个不用的医案。希望呢，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广大男性朋友对男科疾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如果呢遇到类似问题，也能心中有数，及时的寻求正确的治疗与调理方法。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